我穿进了恐怖游戏中，可我发现那些鬼怪竟然是我集体出国旅游的家人们。猫脸老太是最疼爱我的奶奶，血群女人是整天催我找男朋友的妈妈，电锯狂魔是我老爸，一蹦一跳的老僵尸则是我爷爷。然后他们说：“大宝，我们给你介绍了个相亲对象，听说还是个总裁呢。”我看向穿着黑色西装、戴着金丝眼镜的大 boss， 嘴角一抽，这人好像是我发小丁。欢迎玩家林安然来到 SSS 级副本诡异家庭，请保证至少存活7天，并与你的家人培养和谐友好的关系。咦，我明明前1秒还在奶茶店打工，怎么后1秒就突然出现在了这个2层小洋房？不对，这里好眼熟啊，怎么和我的老家这么像？这游戏真是越来越不做人了。3S 级副本居然拉新人进来，这小姑娘看着也太单纯了，一想到她待会儿就要成为猫脸老太的食物，我都有些于心不忍呢。天哪，居然把她降生在最难的家庭里，这家人可没有一个善茬呀！就在这时，房门被打开，一个身体佝偻着的老太走了进来。她身体十分矮小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手中还拖着一条血红色肠子。她的脸竟然像猫一样，长着几根胡须，瞳孔也是猫的树瞳。哎呀，猫脸老太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她要吃这小姑娘了吗？太血腥了，已经不敢看了。据我所知，还没有玩家能从猫脸老太手里活下去，更别说这新人了。我看不到弹幕在说什么，但不妨碍我震惊。这不是我奶奶吗？她不是跟着我爸妈一起出国旅游去了吗？什么时候回的老家？哎，奶奶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也不说一声。我自然地牵起奶奶的手，然后在她的脸上亲了一口。小老太太最喜欢我向她撒娇了。卧槽，林安然疯了，她敢亲猫脸老太？一定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，现在的新人都永得一批。让所有观众都没想到的是，奶奶一把抱住我，奶奶的乖孙有几天不见，奶奶都要想死你了，快让奶奶亲亲，么么么。为了防止奶奶的口水沾到我脸上，我连忙转移话题，奶奶你手里的这是什么？奶奶心虚地将肠子藏到身后，嗨嗨，这是奶奶给你新做的腰带。说完，奶奶飞速将肠子系了个蝴蝶结，缠在我腰上，怪好看的嘞。此刻弹幕已经炸了，神他妈腰带，我敢保证猫脸老太都用这截肠子勒死过几十个人了。不是，这游戏还能这么玩的？认猫脸老太做奶奶，她就不会伤害你。楼上的你想多了，鬼怪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碰瓷的。之前有玩家以为自己是天命之子，去向鬼怪套近乎，结果被鬼怪啃得渣都不剩。就在这时，房门再次被推开，顿时一阵阴风吹过。啊，来的是老僵尸，他最古板了，我倒要看看林安然还怎么套近乎。老僵尸太残忍了，他每次都会把玩家吸成干尸。呜呜！只见一个穿着格子衬衫、黑裤子的老头蹦蹦跳跳地走了进来，他身上的气息极其阴森可怖，还长着锋利的獠牙。我却摇了摇头，上前扶住老僵尸。爷爷，你从外国回来，怎么喜欢上跳着走路了？哎，老年人多活动活动也好，但是小心别摔了呀！伤筋动骨100天，666。林安然是不是一会儿还要叫电锯狂魔爸爸？老僵尸不给他吸干，我倒立吃翔。就在弹幕激烈的讨论时，爷爷却拍拍我的手，嗨嗨，乖孙有孝心了，爷爷这是在锻炼身体。哎，话说这国外是怎么待怎么不自在，看来看去还是咱们祖国母亲好啊。乖孙，你做人可不能忘本啊，要时刻记得国家的恩泽。我嘴角一抽，爷爷又要开始讲大道理。他年轻时候是老兵，整个人又红又专，最喜欢给我讲革命故事，讲完了第2天还要抽查我记住了没。爷爷拉着我说个没完，过了一会儿又说道，爷爷不在的这几天，乖孙有没有好好背诗啊？爷爷考你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我一头黑线，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复醒。我快忍不下去了，爷爷足足考了我几十首古诗，见我都答对才放过我。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乖孙要好好研究哦。请问我刚刚是在看恐怖游戏直播，还是在看中华诗词大会？能答对老僵尸的古诗提问就可以不用死了吗？呜呜，这对理科生很不友好。不是，老僵尸以前也不考古诗啊。之前那位吃翔哥呢？为什么到现在林安然这家都没见血？这到底是不是我熟悉的诡异之家？这个家庭难搞得很，从来没有人通关，我就不信林安然能苟到最后。行了，臭老头子，孙女一回家你就唠叨个没完，小心以后孙女都不爱回家。奶奶一推爷爷，把他挤到沙发的角落。接着，奶奶慈祥地看着我，就像怎么都看不够一样。乖孙女，这次回家能待多久啊？我想到游戏说的通关条件，存活7天，并和家人和谐友好相处。我的家庭已经够和谐了，这个不算，那就应该在家里待7天就行吧？应该是7天。奶奶看着似乎有些落寞，孙女长大了，以后奶奶见到你的时候就越来越少了。我有些心酸，每次我要开学了，奶奶都会哭着送我离开。这次回家就好好陪陪他们吧。刺啦刺啦！突然门口传来一阵刺耳的刺啦声，紧接着一个手拿电锯的高大男人走了进来。这男人的一身白衣都被染红了，手上的电锯也滴滴答答的淌着血，就像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一样。
卧槽，电锯狂魔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这个副本也太难了。我一直觉得电锯狂魔没有脑子，根本无法沟通。林安然这招应该行不通了吧？太恐怖了！呜呜呜！死在电锯狂魔手下的玩家绝对上百了。我眨眨眼，然后冲到电锯狂魔身边，说了句：“爸，你现在杀猪都用电锯了吗？”我爸是屠夫，没有任何一只猪猪能在他手下走上一回合。他剁的猪肉匀称细腻，小时候他总会把最好吃的一块挑出来给我留着。只不过他每次杀猪都会把自己身上弄脏，然后被我妈审判。没想到现在科技进步了，老爸杀猪都开始用电锯了呢。老爸看了眼手中的电锯，尴尬地将其放在地上，还偷偷往沙发底下踢了踢。随后看着自己的一身脏污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。没错，电锯用着方便，爸现在杀猪都用电锯。被电锯狂魔杀过的玩家们 所以我们死了还要被说是猪，笑死我了。神 TM 电锯是用来杀猪的，这话说出来，电锯狂魔自己都不信吧？也就林安然深信不疑。等等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林安然刚刚叫电锯狂魔什么？爸，合着他真和鬼怪处成一家人了？好吧，老爸记得给我留一块猪头肉，好久没吃老爸杀的猪了，还有点馋。我爸眼神闪了闪，看向屋外，行，爸待会儿就给你杀猪去。其他玩家，貌似我没惹过你。话说，老爸你们不是在国外旅游吗？怎么突然回家了？我妈呢？啊，我们啊，这不是听说国内有最新就业政策吗？我们就回来了。现在不但是我跟你妈，就连你爷爷奶奶都是有编制的人了。一旁的爷爷奶奶骄傲地抬抬下巴，哎呀，这是大好事儿啊！我由衷地为自己家人开心。想当初我考公都要累成狗了。编制，意思是成为恐怖游戏 NPC 吗？我要笑死了，人家说的也没错呀，放现实世界里，这都相当于国企员工。请问怎么拥有编制？我现在自杀可以去游戏里应聘吗？该玩家 IP 来自山东，至于你妈呀，她抢了我的私房钱后做美甲去了，现在估计也快回来了。话音刚落，屋外突然刮起一阵阴风，一个身穿血衣、脸色煞白的女人缓缓走来。只要看到她，就会很自然地联想到电影中的红衣女鬼。她的存在可以勾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。此刻，她张开了利爪，尖锐的指甲闪烁着寒光，吓死我了！对于血衣女人，我愿意称之为这个家庭中最恐怖的存在。救命！她一爪子就能掏空我的内脏，除了那位 boss， 血衣女人就是最强的鬼怪了吧？林安然死定了！血衣女人不喜欢貌美的年轻女生，她可不会被轻易糊弄过去，认亲是没用的。我看着血衣女人，眼睛突然一亮，随后立马扑上去。妈咪几天不见，想你的宝贝女儿了吗？呜呜，不管你想没想我，我反正是想你了。这个月的生活费什么时候给我呀？妈咪，这就是你新做的美甲吗？除了长了点，其他的都挺好看的。林安然，我这辈子什么都不服，就服你。他居然敢管诡异要生活费，呜呜，这么长的指甲到底哪里好看了？大姐，你知不知道他轻轻一伸手就能掏空你？楼上真下头，长美甲怎么不好看了？美得很，美得很，这都能吵？妈妈白眼一翻，捏起我的耳朵，臭丫头，半天不知道给老娘发消息，一说话就是要生活费，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不着调的？我眼泪汪汪，妈妈，饭，哼，想吃饭让你爸做去，快把身上的脏衣服、臭袜子脱了，老娘给你洗了。大姑娘出门在外，别埋汰汰的。好的，妈妈。哎呀呀，人家这次回家都没有带很多脏衣服回来了。但是妈妈这么热情，人家也盛情难却啦。果然，世上只有妈妈好。这下弹幕彻底炸了，密密麻麻的，简直让人眼花缭乱。以后林安然就是我的灵神，他是我偶像，谁都别跟我抢啊！受教了。原来血衣女人喜欢给玩家洗臭袜子，楼上的 IP 是云南吧？毒菌子吃多了产生幻觉了。你敢给血衣女人袜子，信不信她能一爪子掏死你？可是为什么林安然可以啊？他看起来和鬼医们相处的都好好，其他家庭到现在已经死了无数人了，目前为止玩家数量已经足足少了一半，还没有哪个家庭是林安然这种画风的。和家人们又唠了会儿家常，他们又为我准备了丰盛的饭菜。在饭桌上，妈妈眼珠一转，贼兮兮地说：“大宝啊，你今年也老大不小了吧？”我心中警铃大作，已经知道接下来他要放什么味儿的屁。妈，我觉得我还小，还是个宝宝呢。妈妈一拍桌子，吓得我爸一激灵，随后哀怨地看着他。都断奶多久了？少来这套！我们给你介绍个相亲对象，听说还是个总裁嘞，就在咱家隔壁，你不去也得去，不是吧？果然是相亲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我还是个没谈过恋爱的黄花大闺女，我妈却总是催我找男朋友。每次见到别人家的小孩子时，她还要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哎呀，好可爱呀！”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，可惜了，闺女不争气呀！哎，我被麻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妈，我真不着急找对象，你别催了，姑娘大了，开始嫌我们唠叨了，我们做家长的说话也不好使了。哎。停，你别说了，我去还不行吗？只见我妈和奶奶对了个眼神，露出一个得逞的笑容来。嘿嘿嘿，坏了，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妈妈把我领到一栋别墅前，然后她瞬间消失了，美其名曰让我们过二人世界。哎，我都不知道对方是谁，帅不帅，
有多高？几块腹肌？在我不知道的地方，弹幕此刻已经吵翻了。如果我没看错，这里是那位的家吧？绝对没错啊！这么华丽的大别墅，整个副本里也只有一栋，这就是 BOSS 的老巢。刚刚林安然那些家人不是对他挺好的吗？怎么把他带到 BOSS 的家了？难道其实之前的好都是装的，目的就是让大 BOSS 杀了林安然？就林安然这小身板，还用得着 BOSS 出手？我是第一次看这个副本，请问你们知道这位 BOSS 的信息吗？他是不是长得很恐怖啊？楼上的我劝你别好奇，因为这位 BOSS 绝对是整个恐怖游戏中最残忍的一位。他长得其实不吓人，相反还很好看。但之前有一个女玩家降生在 BOSS 家中，她自恃美貌想去勾引 BOSS， 结果被 BOSS 残忍地做成了人质。接下来无数玩家都被 BOSS 拧下了头颅，栽种在别墅的后花园中。林安然这次只怕真的凶多吉少了。我犹豫了一会儿，最终还是敲响别墅大门。一个穿着黑西装的男人走了出来，只见他戴着禁欲的金丝眼镜，剑眉星目，风神俊朗都不够形容他的精致长相，高挺的鼻梁和微微上扬的薄唇又为他平添几分妖异。宽肩窄腰，目测至少185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妈的，这人怎么长得那么像我发小？我的发小段灵州，从小就是我的跟屁虫。还记得小时候他是个白嫩嫩的小胖子，别的小朋友都欺负他，只有我站在他身前保护他。那时他说，呜，然然你真好，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娶你做老婆。后来他长大了并瘦身成功，成为一个顶级大帅哥，却出国留学去了。别说娶我了，我甚至再也没见过他。所以我妈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就是他。吸溜，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啊，我没什么别的爱好，就是好点色嘛。老公你终于回国了，什么时候娶我？我星星眼。段灵州肉眼可见的一僵。我不满地嘟起嘴，干嘛？什么意思？你不会是想反悔吧？狗男人，难道你忘了曾经发过的事了吗？出国留学就不记得大明湖畔的林安然了吗？段灵州神色一慌，结结巴巴道，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他突然耳根一红，我只是见到你太开心了。弹幕被问号刷屏了。尼玛呀，林安然是不是找到了充值渠道？为什么连 BOSS 都这么奇怪？不打打杀杀的 BOSS 真是太帅了，呜！这么搞的话，林神迟早成为第一个通关的玩家，3S 级副本的首通啊，竟然要被一个新人拿下了吗？那个，你喝点什么吗？我去给你倒。四目相对，段灵州明显有些不自在，紧张的腿都在发抖。他去饮水机给我倒了杯水，结果却流出鲜红的液体。段灵州瞳孔一缩，连忙挡住饮水机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喜欢喝番茄汁，忘记换饮料了，我们玩点什么吧。他又扛出一个大箱子，里面都是我这些年收藏的一些乐高之类的玩具。我好奇地将手伸进去，然后拿出一个骷髅头，这骷髅上甚至有一条条白色的小虫在爬。啪的一声，段灵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拍飞骷髅，骷髅在地上滚了几圈，最终滚到沙发的角落里。刚刚那是模型，我最近想学习绘画来着，就想先搞清人体结构。我点点头，满脸崇拜，老公你真厉害，竟然有这么高雅的爱好。段灵州的脸红透了。玩具不太好玩，我想想我们做点什么。段灵州突然想到什么，拉着我坐在沙发上，要不我们看电影吧，听说这是约会的必备项目。哦，好啊，我期待地看着电视机。只见电视打开后出现一个片段，片段中似乎是个浴室，段灵州手持一把碎骨刀，浴缸中躺着一具708岁的尸体，脑袋分了家，内脏流了一地，而段灵州则带着愉悦的笑容站在旁边欣赏这一幕。电视瞬间被段灵州关掉了，只见他额上冒出冷汗，结结巴巴说道，其实我还有一个身份是演员，刚刚那就是我参演的电影片段，你别误会哈。我点点头表示理解。你演的还怪好嘞，那眼神就像个杀人狂魔似的啊哈哈哈！段灵州干笑一声，不着痕迹地擦了擦汗。我看向别墅的后花园，你不是会画画吗？那里有花，我站在那里，你给我画一幅肖像吧。说完，我直奔后花园而去。段灵州瞪大眼睛，想到后花园里的东西后，只觉得大事不妙。他飞快地想要合上后花园的门，却被我先一步打开了。入目是一株株的人头花，死不瞑目或者眼球暴起的一颗颗人头长在细细的花茎上，带着尖刺的叶子随风飘扬，像长满了獠牙的恶魔。这些难道是你的写生道具？我艰难地问出口。段灵州却松了一口气，顺着我的话道，是的，我是抽象派画家，这些都是道具罢了。挺逼真的哈。我在心里发愁，我不喜欢抽象派画法怎么办？段灵州如果画我，会不会把我的眼睛画在后脑勺上？我要笑死了。BOSS 刚才那个慌张的神情不似作假，他是真怕林安然发现不对呀，这真的不是搞笑综艺吗？哈哈哈，怎么 BOSS 做什么都有前科呀？林安然还挺会给 BOSS 想借口的嘞，感觉 BOSS 刚刚都要碎了。BOSS 打打杀杀的东西怎么可以让老婆看到？我得维持好在老婆心里的形象。我竟然在恐怖游戏里磕到了 CP， 要么是我疯了，要么是这个世界太颠。事实证明我想多了，段灵州的画技很好。我站在恐怖的人头花海前，段灵州就神色温柔地看着我。
他每一次下笔都很认真，甚至带着几分虔诚，就好像我是他的伴侣，是他的缪斯。最终，一幅色彩鲜艳的画作呈现在我面前，背景是璀璨的向日葵，并没有什么人头画。少女笑得明媚张扬，静静地站在花丛中。这样一幅画，可见作家对其倾注的爱意。我突然就感到心跳加速了。坏了，妈妈，你闺女，我好像真的要脱单了。稀里糊涂的，我和段灵舟确定了恋爱关系。那一刻，她高兴得不像什么霸总，像你妈喽。老公，今晚要和我一起睡吗？我缠着段灵舟的腰，在她耳边说道。段灵舟身体颤了颤，发展的这么快吗？怎么，你不想啊？那好吧，我自己睡喽。不，我只是……她看着我的眼睛。此刻我微施粉黛，墨发随意的披散在肩上，身上只穿了一件睡衣，露出大片锁骨。段灵舟眼神一暗，我扯下她的衣服，用力摸了2把她的腹肌，然后忍不住亲了一口。段灵舟慌乱地握住我的手，像一个被调戏的黄花大闺女。我坐在段灵舟腿上，好像有什么东西顶了我一下。林安然。段灵舟目光炽热，低低唤了声我的名字，突然将我打横抱起，向卧房走去。好色，好色，他们要多了吗？这是我不花钱能看的吗？刚刚那一段我已经录屏了，反复回味啊！我的天，妈妈问我为什么要舔手机 ，boss 太帅了，我也想进入这个副本和 boss 色。楼上的，感谢你为人头花海的建设出一份力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中突然响起一个机械音，恭喜玩家初步与家庭建立了和谐友好的关系，但幸福的人生需要邻里共同建设。接下来，请玩家至少走访10个邻居，方可通关。段灵舟抱着我的手一紧，脸上出现阴郁的神色，对于被打断感到很不爽。也就在这时，别墅的大门被敲响了。有人来走访邻居了吗？那我要不要回避一下？门外站着一个长发少女，她身穿一袭白色长裙，精致的小脸像娱乐明星似的。是席娇娇啊，恐怖游戏中的知名万人迷。哇哦，娇娇好厉害，直接就要来攻略 BOSS 了吗？席娇娇的通关方式很有一套的，每次她只要主动亲近鬼怪，鬼怪就不会伤害她了，甚至好几个副本的 BOSS 都被她迷得晕头转向。那这么说，林安然的通关方式和席娇娇很像啊，她不会是想复制娇娇的玩法吧？肯定是了，她应该是看过娇娇的直播视频。不过这下正主来了 ，BOSS 一定不会再理林安然了。请问有人在家吗？我是你的新邻居，可以交个朋友吗？段灵舟不耐烦地打开门，他那张倾倒众生的脸暴露在席娇娇视野中，哪怕带着生人勿近的冷意，却还是狠狠惊艳了席娇娇。天哪，这个 boss 比他攻略过的所有 boss 都帅，想到待会儿自己就要成为这个大帅哥心尖上的宝贝，席娇娇不由激动地红了脸。你好，我叫席娇娇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段灵舟脸色一冷，他太想扭断这个女人的脖子了，竟然敢来打扰自己的好事。就在他想要动手时，我探出脑袋，老公，家里来客人了吗？怎么不请进来呀？段灵舟连忙缩起利爪。好的，老婆，都听你的。席娇娇，什么情况？这女的谁啊 ？boss 为什么会叫她老婆？我天，这是第一个没被娇娇迷惑的 boss 耶！别说迷惑了，刚刚要不是林安然出声打断 ，boss 估计都已经虐杀掉席娇娇了。席娇娇并没有察觉到段灵舟的杀意，她此刻只觉得非常不爽。自己的万人迷能力向来很好用，从未失手过。可这个女玩家凭什么能得到这么帅的 boss 的青睐？无论是人是鬼，都必须宠着她才行。席娇娇不服气地走进了别墅，然后她坐在段灵舟身边，近得几乎要贴上去。哥哥，你长得好高啊，站起来我才只能到你的胸口。我一直都长得白白嫩嫩小小的一只，好自卑哦。段灵舟的脸色都要黑成炭了，她的眼珠子疯狂闪动着，不停地观察我的脸色。我男朋友怎么看着有点斗鸡眼？这可不行，万一遗传怎么办？段灵舟正想说什么，我却开口道：妹子，矮不是你的错，丑才是。呸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心灵美才是真的美，你不用自卑的。好一个鉴察大师，哈哈！林安然到底看没看出来席娇娇是在勾引 boss 啊？看他那个清澈又愚蠢的眼神，我怎么感觉他根本没听出来席娇娇的言外之意？人妈了，本来还挺喜欢席娇娇的，结果他连有女朋友的 boss 都要勾引，瞬间下头。席娇娇气得脸色一僵，狠狠剜了我一眼，但她又很快调整好状态，甜甜的笑着说：“这姐姐是谁啊？怎么没见过？也是玩家吗？”段灵舟搂过我的腰，将下巴抵在我肩膀上：“这是我老婆，你有意见？”席娇娇嫉妒的眼睛要喷火了。我娇羞地把头埋在段灵舟胸前，手不老实地偷偷摸她不可描述的部位。段灵舟顿时身体一僵，呼吸急促起来。席娇娇，你们当我不存在吗？青天白日的就做这些苟且之事，姐姐好有手段啊，连副本 boss 都拜倒在姐姐的罗裙之下了呢。这一路过来，姐姐怕是已经越来越熟练了吧？席娇娇话中的恶意丝毫不加掩藏。段灵舟黑洞洞的眼睛看着她，那眼神就好像在看一个死人。不是，席娇娇会不会说话呀？她这不就是内涵林安然靠勾引男人通关游戏吗？天哪，
好茶，受不了了！要说勾引男人，谁有他席娇娇会啊？他不是出了名的万人迷吗？怎么这下他在诡异家庭的 boss 身上栽了，就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？可是娇娇说的也没错呀，林安然确实是靠勾引 boss 活下来的。话能不能别说的那么难听？任何手段都不过是为了求生罢了。放你进去，你一天都活不下来。弹幕吵成了一片，有为席娇娇说话的，也有为我说话的。但我并不知道这一切，我只是害羞的低下头。也没有啦，其实我没有怎么调教我男朋友，他本身会的就挺多的呢。席娇娇深吸一口气，决定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哥哥，可以和我单独聊聊吗？我有好东西给你看哦。段灵舟恨不得掐死这个女人，看不到他的亲亲老婆就在旁边吗？为什么要说这种暧昧不清的话？要不是不想吓到我，他早就给这女人的脑袋扭下来了。我拍拍段灵舟，老公宝宝，那你陪这个妹子聊一会儿吧，我下面给你吃。我的最后一句话说得婉转动人，顺便给段灵舟抛了个媚眼。他身体一酥，脸上的神情瞬间变得荡漾。好呢，我扭着腰去了厨房。席娇娇见我走了，开心地瞥向段灵舟，哥哥。下一秒，她不可置信地看向胸前的血洞。做好了面条，我出来端给段灵舟，却发现席娇娇已经不见了。哎，老公啊，刚刚那个妹子呢？她说很喜欢我的后花园，现在赏花去了。哦，刚刚吓死我了 ，boss 居然直接扭下了席娇娇的头啊！席娇娇要是不作死也不会死，这下好了，为人头花海的建设添砖加瓦了吧？呜呜 ，boss 真的太双标了，对林安然这么温柔，对其他玩家就赶尽杀绝，不然你以为呢 ？boss 还是那个残忍的 boss， 不同的是他现在多了一条属性，恋爱脑。又和段灵舟腻歪了一会儿，我决定带他去见家长。这回我真的谈恋爱了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啊，不，我的人生大事。听到我的提议，段灵舟显得有些紧张。他一口气换了10几套衣服让我挑，这套就挺好，很正式又很好看。我觉得段灵舟还是穿黑西装最帅。于是我领着段灵舟回了家。妈妈看到我们牵着的手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死丫头竟然真找到对象了，是小周这么好的孩子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哎，怎么感觉心里还有点失落呢？我带着段灵舟在我家里住了下来。就这样，我们和和美美的度过了好几天幸福的生活。恐怖游戏在我的操作下像个温馨的治愈系游戏。时间一晃就来到了第7天。丁系统检测，目前存活玩家5人，游戏时间还剩最后1天，请各位玩家成功走访10位邻居，再接再厉哦。第7天了，我也该做任务了。我话音刚落，家人们都陷入了沉默。孩子大了，又要离家远行喽。奶奶垂着头，有些落寞地开口：哎，乖孙是个有出息的孩子，总不能一辈子陪在我们身边。老婆子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不然乖孙看了也难受。爷爷放下手中的唐诗300首，说道：没事的乖女儿，你想做什么，老爸都支持你。以后你想吃猪肉了，就回家看看，老爸把最好的肉都给你留着。爸爸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语重心长道。这个平日里憨厚老实的中年男人，此刻也有些眼眶泛红。行了行了，闺女总归是要通关的，还能一辈子就在这里不成？妈妈拉过我的手，絮絮叨叨地说着，你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要和陌生人来往。天黑了尽快回家，多穿点别感冒了，不许总是熬夜。我再也忍不住，缓缓流下几滴眼泪。我的家人们永远都是我最坚实的后盾，太感人了吧！呜呜，我感觉林安然和鬼怪们相处的真的很好，就像真的一家人一样。猫脸老太好可怜啊，我奶奶就是这样，每次我离家远行，她都要哭好久。呜呜，我妈妈和血衣女人一模一样，明明我什么都不缺，但她还是会整天叮嘱我很多。妈妈永远都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人。我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，段灵舟轻轻哄着我说道：宝宝，纵使相隔千万里，我也会找到你，也会日夜想着你入睡。呜呜，这是什么绝世好男人，我真是捡到宝了。就这样，在摆烂6天后，我终于决定开始做任务。闺女啊，那些邻居一个个脾气都臭得很，妈陪你一起去。老婆子我也得去，可不能让我的乖孙女被欺负了。老头子你别偷懒，你也得走，我去给邻居们送几斤猪肉。段灵舟笑着牵起我的手，走吧，我最亲爱的老婆。看着眼前这一大家子，我总感觉自己像古代挂帅出征的将军似的。咚咚咚，我敲响了一家邻居的房门。开门的是一个断头女鬼，她的头被捧在手中，脖子上面空荡荡的一片。生人，是生人，嘻嘻，有新鲜的血食可以吃了。断头女鬼刚要向我扑来，却突然看到了我身后的家人，属于顶级鬼怪的威压向她冲击而来。啪叽一声，她的头一个没拿稳，掉在了地上。是谁要吃我的宝贝闺女？妈妈阴恻恻说道，伸出长长的指甲。不，这都是一场误会，这么可爱的女娃娃，我怎么会忍心吃掉？断头女鬼热情地招待了我，然后迫不及待地将我送走了。恭喜玩家成功走访邻居1/10。第二个邻居是一个满身青紫色疤痕的小女孩，她见到我就嘻嘻一笑，想要吃我的肉，却被段灵舟拎着衣领提溜了起来。这么恶劣的小鬼要被打屁股哦！段灵舟皮笑肉不笑说道，这一幕活像个凌虐小孩的变态。小女孩当即就吓得呜哇一声哭了出来。对不起姐姐，洛洛不是故意的，洛洛这就好好招待你。我摸了摸小女孩的头，这才对嘛。
小孩子要讲礼貌哦。接下来，在家人的帮助下，我又走访了很多邻居。当我来到第7个邻居家中时，发现里面竟然还有一个玩家。咦，你不是那个明星吗？我认出了这名玩家的身份，他似乎是那位前阵子很火的明星，后来因为睡粉迷奸等刮他房了。想不到他也来到了这个游戏中。这个房子里的邻居是一个长相成熟的御姐，看着很富裕的样子，只是脖子上有一道深深的勒痕。他少见的没有一见到我就要杀了我，而是说，哈哈，你也认识我家弟弟吗？弟弟是我粉了5年的偶像呢，能在这个游戏里见到弟弟真是太好了。那明星的眼神贪婪地在我家人身上扫过，像是在筹划着什么阴谋。这个游戏如果能击杀鬼怪，是可以掉落道具的，特别是像我家人这种顶级鬼怪，随便击杀一个掉落的道具，就能让他在这个游戏里横着走了。我像是没看出他的想法似的，不经意般说道：“啊，吉美，你怎么还在粉他呀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他睡粉嫖娼迷奸少女，甚至还被爆出吸毒和政治立场错误，这种人有什么好粉的？”我话音刚落，御姐邻居就怔住了，随后他的身上开始爆发出惊人的怨气。你不是说你现在已经拿了影帝，口碑名利双丰收吗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那明星慌了，焦急的想要解释什么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当时太单纯被私生饭给骗了，都是他们主动勾引我的，事后还拍了床照，我也很无辜啊。我在一旁弱弱的说，什么呀？警方当时都发通告了，就是你强迫那些女生的。闭嘴，你别说了。眼见御姐怨气越来越重，男明星吓得立马抱住了她的腿。姐，你是我唯一的姐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再也不会相信你的鬼话，给我去死吧。段灵舟捂住我的眼睛，低低说了句，别看。终于，我走访过了10个邻居。后来我的家人告诉我，其实那些邻居并不是生来就对这个世界满怀恶意的。比如那个断头女人，本来是一个贤惠的妻子，孝顺公婆，照顾丈夫，结果丈夫却出轨了，然后在一个夜晚，趁她熟睡时砍下了她的脑袋。再比如那个满身伤疤的小女孩，她家里重男轻女，父母都不关心她，甚至经常对她拳打脚踢，在学校也经常被霸凌，身上全都是被殴打出来的伤痕。最终她不堪重负自杀了。还有刚刚那个成熟的御姐，她本来是个事业有成的女强人，结果因为不想谈恋爱，一心扑在事业上，就被心怀不甘的追求者给勒死了。唉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，那些鬼怪虽然杀人如麻，可生前却也不曾被这个世界所善待。那个小女孩的事迹我听过，就发生在我家旁边的小学，据说这孩子死的时候尸体都被冻僵了。别的暂且不论，李安然这是要通关了呀，3S 级副本手通耶以后你就是我的灵神了，这下也不知道系统得奖励他多少好东西，恐怕刚出副本就会被各大公会抢着要吧。我静静地听着这一切，直到系统告诉我通关成功，随时可以离开副本。可我看着我的家人们，却突然红了眼眶。所以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段灵舟，你们死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痛苦呢？是的，我全部想起来了。我的家人不是出国旅游了，而是全部死在了一场火灾中。段灵舟不只是我的发小，还是我的男朋友。本来他已经回国了，然后我们也确认了关系。可是，一场大火把什么都毁了。当时爷爷奶奶年纪大了，早早就睡下了。火灾发生的时候，他们甚至连挣扎都没有，就淹没在了火海中。爸爸为了救妈妈，身体的脊梁被砸断了，然后被烈火吞噬。妈妈拼尽全力的想要逃出去，最终却还是死于滚滚浓烟。而段灵舟，这个本应有着大好前程的少年，却为了救我的家人，也葬身于火海。只有当时出去买东西的我逃过一劫。当我见到眼前的人间炼狱后，我惊恐地晕了过去。醒来后，就出于自我保护机制，选择性地忘记了这段记忆，欺骗自己家人们只是出国旅游了。段灵舟一直都在国外留学，还没有回来。但是当我要离开这个副本时，我什么都想起来了。回忆密密麻麻地包围着我，我感到钻心的疼。我们没事的，乖孙，不疼的不疼的，能再见到你，奶奶就很高兴了。是啊，乖孙，爷爷都是活了这么大岁数的人了，什么事没见过？不用心疼我们，你要好好学习，将来找个好工作，报效祖国爱。只可惜以后爷爷再也不能考你古诗了。闺女，爸这一辈子没啥本事，就是个杀猪的。但是最成功的事儿就是有你这么优秀的女儿，值了。其实妈妈真的很爱你，虽然平时唠叨了一点，但妈妈也是真的不放心你。你长这么大，还从来没有离开妈妈身边这么久过。以后妈妈不在了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哦，亲爱的宝宝，我要爽约了，不能娶你啦，不过能和你拥有过一段短暂的幸福时光，我已经知足了。以后一定要找一个比我还好的男朋友哦。我嚎啕大哭起来。为什么要让我和我的家人们分开？我接受不了这个结果。天哪，竟然是这样！这些鬼怪竟然真的是林安然的家人，我要哭死了！一家人都死掉了的多绝望啊！呜呜，好心疼安然。不，我不回去了，我就在这里陪着你们。你们都不在我身边，我自己活着也没意思。妈妈摇摇头，不可以的，冉冉，你如果强行留在副本中，最后也会变成失去理智的鬼怪。你还这么年轻，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妈妈怎么舍得让你吃苦呢？乖孩子，回去吧，回到属于你的世界中。我突然感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力在拉扯我，我的家人们纷纷冲我挥手告别。随着这吸力越来越大，妈妈他们的身影在我的视线中也越来越模糊。
最终消失不见。恭喜玩家林安然成功通关 SSS 及副本诡异家庭，获得积分奖励5000，同时获得首通奖励神器礼包。系统的声音传来，我在心里想着，我不是一个人，因为我知道，在这个世界的某个空间、某个角落中，还有一群爱我的人，而我今后一定要热爱生活，向阳而生。